想拿这个为难我？还以为你是侯府千金呢，现在你就是崖州的一个穷人。那也轮不到你在我头上撒野。沈青瑜，孤肯纳你为太子妃，是你几世修来的福分，你竟敢当众拒婚！太子殿下，臣女不愿一辈子在深宫勾心斗角。好，好，传姑旨意，沈氏一族大逆不道，全家流放崖州。沈大小姐，还以为这是你家后花园呢。到了崖州，你是龙给我盘着，是虎给我卧着，这碗粥没了，你和你大嫂就等着饿死吧！饿死！王管事，你看好了，我要让你们见识见识，什么叫靠海吃海。这沈家千金莫不是疯了？那破滩上除了毒虫就是烂泥，能有什么吃的？娇生惯养的，估计饿出幻觉了。哟，沈大小姐还真弄到好东西了。按照营里的规矩，所有私人物品一律没收。王管事，这桶里的东西，你敢吃吗？哼，笑话！这天底下还有我王某人不敢吃的东西，给我抢！你夜里脚踝红肿如火烧，疼得下不了床，对不对？你胡说什么？你这是痛风，海鲜配酒，痛风带走。你这身子骨再吃这些海食，不出3天，你的腿就彻底废了。你吓唬谁呢？是不是吓唬你？你自己心里清楚。我呢，不仅懂赶海，还懂药膳。一顿药膳换我大嫂的救命药材，这笔买卖你做不做？好，我倒要看看你能玩出什么花样。跟着沈姑娘干，以后肯定不会饿肚子了。这粥好鲜，好吃，太好吃了，这太鲜了。而且我这腿好像真没那么疼了。王管事，吃得满意吗？满意，太满意了。既然满意，那我们谈谈下一步的合作。营地外那片长满毒刺的废弃礁滩，我想承包下来。那片毒礁滩连崖州本地渔民都不敢去，你要这干什么？那就不劳王管事费心了。好言难劝，该死鬼！你要找死，我成全你！找到了，极品黑海参，这下发财了。说，你是哪路海盗派来的探子，敢在水师营地附近鬼鬼祟祟？统领大人，海盗探子会在这破礁滩上挖海参吗？巧言恋色，这片水域暗礁密布，连水师战船都不敢轻易靠近。你一个弱女子，怎么敢在这里潜水？战船不敢靠近，是因为你们的船底长满了藤污，吃水变深，转向迟钝，容易碰到礁石。你若是再不清理，一旦遇到风污，整艘船都会解体。船底藤污问题一直是水师机密，这女人怎么一眼看穿？你懂造船？我不懂造船，但我懂海。给我1天时间，我能帮你把船底清理得干干净净。如果你做不到呢？我做不到，任凭你处置。但如果我做到了，我要一锭银子。好。抹泥巴呢？藤壶能掉下来，我把泥吃了。1、2、3、4，你拿铁铲贴着木板轻轻推一下试试。掉了，真掉了！你到底是谁？银子呢？以后少来禁区瞎转悠。以后船底再长藤污，随时来找我哦。我要营地东头那片空地。当然没问题，只是这空地可是好地方，10两肯定不够，得15两。王管事，您要多少两？10两够了。我这就启禀太子殿下，看你还能得意多久。青鱼，咱们弄这么多干货，能卖得出去吗？
崖州本地人都不怎么吃这些。大嫂放心，我要卖的不是崖州，而是整个大燕的权贵。这可是顶级的滋补圣品。太子殿下要你3更死，你活不到5更。滚开！楚承泽的狗鼻子还挺灵，这么快就闻着味儿找来了。这么好的汤，浪费了可惜。你既然大老远送来佐料，不如自己先尝尝。都给我看清楚了，这就是半夜摸进我沈家院子的下场。我沈清瑜不惹事，但谁要是敢动我家人一根汗毛，我绝对不会放过他。废物，全都是废物，连一个女人都杀不了！殿下息怒，我们可以给商行放话，让他们都不许收沈清瑜的海货。就这么办？掌柜的，看货，极品干海参，全城独一份。滚滚滚！你的货我不收了，赶紧拿走！青瑜，这可怎么办？全城的商行都不敢收我们的货，咱们的银子快见底了，再卖不出去，全家都要断粮了。商行不收，那我们就找个太子爷手伸不到的地。哪里？崖州水师，我打听过了，南方潮湿，水师的普通军粮极易腐坏。萧明渊正为此事发愁，我们刚好可以解决他们的问题。我要见萧统领。军营重地，闲杂人等速速退下。统领大人军务繁忙，岂是你一个流放犯想见就能见的？军粮腐坏，士兵吃不饱饭，这也是军务，我能解决这个问题。放肆！来人，把他赶走！怎么回事？统领，这女子在此闹事，还往锅里扔了些奇怪的东西。你怎么来了？扔的这是什么？我来给你送秘制的极品海产干货啊！我的海货不仅鲜美无比，而且经过特殊晾晒，在南方这种潮湿气候下，保存半年绝不腐烂。最重要的是，它能强健体魄，完美契合水军将士的需求。你带了多少？500斤。这只是第一批。副将，拿契约来，以后水师的特供军粮由你沈家长期供应。统领，这可是流放犯的东西，万一太子那边追究下来，将在外，君命有所不受。将士们吃饱肚子，打胜仗才是规矩。签！京城里那些娇滴滴的侯府贵女，看到一只虫子都会吓晕，你却能徒手捏爆毒海胆。沈清瑜，你到底瞒了多少事？娇滴滴，那是你们的错觉。我5岁就在海岛上生活，流放崖州，不过是回我家的计谋罢了。好一个计谋！你一个处处受制于人的水师痛体，却带着皇家独有的九蟒玉，你这个皇子当的可真够窝囊的。你竟然认得九蟒玉，你就不怕我杀你灭口？杀我？杀了我，谁来帮你搞定几千水师的军需和军饷？跟我结盟，我帮你平定海缓，夺回权力，你做我海产帝国的靠山。好大的胃口，你就不怕撑死？撑死总比饿死强吧？成交。小苏，快把水桶拿过来！小姐，你捡这壳子做什么？小苏，我们要发财了！海参娘娘显灵了！什么显灵了？这明明是天然黑珍珠。既然这里能产出，那我肯定能大规模种出来。妖女，你敢把石头塞进海蚌肚子里，这是激怒海神！你们看啊，我们养的猪蚌全死了，就是这个妖女带来的灾祸。妖女，离开我们猪民的湾子，不然我们把你沉海祭神！安静！你们看清楚，
蚌肉里这些红色的长条虫子是什么？是海神降下的血咒，这是天罚呀，没救了。这不是天罚，这是红线寄生虫。给我3天时间，我如果救不活这些蚌，我自己跳海祭神。青鱼啊，你确定这法子有用？放心，绝对有用。捞出来，放回干净的海水里，快点！活了，全活了，虫子全死了，神迹啊！这是真正的神迹！沈姑娘，您就是我们全族的活菩萨呀！以后跟我干，我保证你们每个人都能住上大瓦房。这么大，这么圆，一点瑕疵都没有。这比京城贡品库里的还要大上一圈，这运到江南，一颗就能换一座大宅子。吩咐下去，把最顶级的10颗用丝绸包好，装进红木匣子，找10个最精锐的护卫，包一艘最快的快船，我要亲自押镖去江南。东家是外海最凶残的黑沙海盗团，快进船舱躲躲！躲！今天这船上的人一个都别想活！把珍珠全给老子交出来！想得美！少废话，给我死！东宫的飞龙令，你知道的太多了。啊！我的眼睛，辣死老子了！崖州水师在此，尔等速速投降！上，给我解决掉他们！还不投降？果然是东宫的飞龙令，楚承泽，你还真是阴魂不散。太子竟然勾结外海的黑沙海盗，这要是传出去，足以让他身败名裂。身败名裂，那太便宜他了。楚承泽派你来，不只是抢珍珠吧？太子殿下说了，活要见人，死要见尸。楚承泽的人头，我沈清瑜迟早来取。写封信，把楚承泽勾结海盗的始末全写清楚。写不出来，这一条腿就别要了。那海盗头子全招了。楚承泽这3年一直在暗中供养外海海盗，商船、重宝私囊，就连江南首富周德茂都是太子的人。堂堂太子干的全是鸡鸣狗盗的勾当。你真打算去江南？当然，这些珍珠不卖，我怎么建船队？怎么跟楚承泽斗？这是崖州水师的通行令，拿着它，江南各大港口的水师都会给你开绿灯。你就不怕我把你的水师拖下水？不怕。小姐，那个是江南最大的珠宝商周德茂，沈东家远道而来，有失远迎。听闻您手里有极品珍珠，周某愿出高价收购。周老板消息倒是灵通，不过我沈清瑜的货从来不卖给中间商。3天后，我在望江楼开拍卖会，谁出的价高，珍珠就是谁的。周老板想来，带着真金白银就行。一个流放犯还这么狂！听说这沈清瑜是被流放的罪臣之女，那他怎么敢在江南搞这么大排场？我看啊，就是故弄玄虚。小姐，一切都安排好了。诸位贵客，今日第一件藏品是深海极品粉珍珠，共10颗，每颗底价5万两。5万两？什么珍珠就要5万两？上货。这是南海粉珍珠，从没见过这么大的。这品相，这圆润度，简直是极品中的极品。这只是第1颗，后面还有9颗，品相只高不低。6万两1颗，我全要。这就急了，好戏还在后头。6万两一次，7万两，8万两，8万两一次，10万两1颗，谁敢跟我抢？10万两一次，10万两2次，20万两1颗，我全要。
你是什么人？敢在江南的地界上跟我抢？周老板，做生意讲究价高者得，你出不起价就闭嘴。30万两1颗，老夫今天豁出去了。哼，周老板好气魄，这珍珠让给你了。成交！恭喜周老板，以30万两1颗的天价拍得10颗极品粉珍珠，300万两到手。周德茂，谢谢你替楚承泽送来的这份大礼。哥，你演得太好了，周德茂那张脸气得跟猪肝一样。沈小姐，久仰久仰，舍妹说的没错，您果然是个做大事的人。你们兄妹联手设局，让周德多花了200万两，这招借刀杀人用得漂亮。不是借刀杀人，是收利息。3年前，楚承泽为了扩大势力，派人杀了我爹娘。周德茂就是杀害我爹娘的人。这是周德茂的账目，上面清楚地记载了楚承泽勾结江南盐商，侵吞国库税银的证据。你们兄妹等这一天，等了3年。我们等的是能扳倒楚承泽的人，沈小姐，你就是那个人。合作愉快。不过，这还只是开始。300万两，老夫花了300万两买了10颗破珍珠，这要是让太子殿下知道，非扒了我的皮不可。老爷，那珍珠确实是极品，转手卖出去。卖！江南谁买得起？你给我去找那个夏如茵，让他把银子吐出来。可算是没有白等。兄弟们，擒贼先擒王，给我上！周德茂让你们来的。不知道你说什么，要杀就杀。我这个人不太喜欢讲道理，你最好想想再说。我说，是周德茂，他花30万两雇我们来杀你。自己写下罪证，饶你一命。知府大人，您怎么？周德茂雇凶杀人，勾结太子，侵吞国库税银，证据确凿。来人，把周德茂拿下，查封州府所有产业，等候朝廷发落。我是冤枉的。楚承泽，你在京城的皇位还能坐多久？小姐，江南那一趟赚翻了，咱们现在是崖州首富了。才300万两就高兴成这样，这点钱在京城那些权贵眼里，连个水花都砸不出来。把这3万两全部砸进去，我要在1个月内看到3艘能扛风浪的铁甲商船下水。全砸进去，我的祖宗哎，留点吧。钱放在箱子里，就是一堆废铜烂铁，变成商船和加工棚，才能生出源源不断的金山。传我的话，所有工匠新钱翻3番，我要让崖州的海面上全挂满我沈家的旗号。沈小姐威武！沈小姐威武！下个月皇上的60大寿，居然由楚承泽全权负责。他前阵子因为海盗的事情被皇上训斥，现在急需一件绝世奇珍来讨皇上欢心，稳固储君之位。绝世奇珍。我们的机会来了，这次我要让他身败名裂。小姐，这死海鳗的臭液，味道能把人活活熏晕过去啊！你往珍珠里灌这个干啥？我在给楚承泽准备礼物。如果极度压缩的腐败气体遇到了高温，会发生什么？会爆炸。没错，等外表涂上夜光粉。这就是价值连城的东海夜明珠。楚承泽，我看你这次怎么接我这招。父皇，儿臣寻遍天下，终得这颗东海绝世夜明珠，祝父皇万寿无疆，大燕国泰民安。
好，此珠晶莹剔透，光芒不散，果然是绝世罕见之宝。承泽，你用心了，为父皇尽孝，是儿臣。完了，全完了！混账东西！这就是你给朕准备的绝世大礼！你是想害死朕吗？儿臣是受人蒙蔽的，肯定是那市井的闲人蒙蔽儿臣。糊涂！堂堂太子，竟然去买这种不合规矩的俗物！传朕旨意，太子楚承泽办事不力，惊扰圣驾，即日起霸夺监国之权，禁足东宫。没有朕的旨意，半步不许踏出。是。父皇，不要啊！父皇！崖州，那个破珠子居然是从崖州运来的。沈清瑜那个毒妇居然敢害我！来人啊！殿下有何吩咐？把沈清瑜的脑袋带回京城，我要把他喂狗！真以为我这大宅子是菜市场，这么好进？有埋伏，散开！既然来了，就别想走了。休要猖狂，拿命来！动我的人，找死！停！玉玉，你是不是疯了？那暗器上有剧毒，你这只手差点就废了。废一只手换你一条命，这笔买卖怎么都不亏。闭嘴！我的命是我自己的，不需要任何人拿手来换。可我偏要换。青羽，我不能没有你。少在这说些酸掉牙的废话。先把伤养好，咱们跟楚承泽的账还没算完。东家，咱们船厂这个月的流水已经超过了江南3大盐商的总和，您现在可是名副其实的南长第1女首富了。才这点就满足，立刻传令，码头再加盖10座海产加工坊。小的这就去办，保证给您办得漂漂亮亮。不对劲，风里有深海烂泥的腥臭味。东家，夏天下暴雨是正常的。什么暴雨？是超级大台风登陆了！通知所有人，让厂子立刻停工，带上干粮往城北的高地撤，快！东家不能走啊！这可是咱们砸了几万两银子建的造船厂啊，毁了就全完了。钱没了可以再赚，人没了拿什么来拼？全都给我撤！你疯了吗？这种时候乱跑什么？你来的更好，快带人去城外的大地，决堤了，全城的人都得没命！崖州的工匠们听令，全部跟我上大堤！不要停，把所有的沙袋全给我堆在缺口处！守不住了，海神发怒了，我们要被淹死了！给我站起来！自己的命自己说了算！相信他，大家定能活下去。东家，你救了我们全城人的命啊！沈东家就是我们崖州的活菩萨，活菩萨仙去了。我不是活菩萨，我是觉得我们命不该绝。我的老天爷啊！小姐，我们要发了！大难不死必有后福，这台风不是来要命的，是给咱们送钱来的。传令下去，把这些深海极品连夜用冰块运往江南和京城。楚州大旱，颗粒无收，国库里现在连10万两赈灾银都拨不出去。满朝文武只知道哭穷。父皇息怒，儿臣有一计，可瞬间解国库燃眉之弊。哦，你有何法？快说！崖州的流放犯沈清瑜私自经商，已成崖州首富。只要父皇下一道圣旨，以私吞国力之罪将其满门抄斩，没收他全部家产，何愁国库不丰？
流放之女确实不该经商，传朕旨意，立刻派钦差大臣带大内禁军去崖州，给朕把他的家底充公。刁民，全都是刁民！你们阻拦朝廷命官办案，全都得杀头！谁敢动我们沈东家？他救了我们全崖州人的命，想抓他，就从我们所有人的身上踏过去！不可能动沈东家！你！钦差大人跑这么远来查我的家底，不怕海风闪了舌头吗？大胆罪女，竟敢藐视圣旨！禁军听令，立即给本官拿下！本王倒要看看谁敢动本王的女人。七皇子殿下，您不是早就葬身外海了吗？葬身？本王活得好好的，我看谁敢抄本王妃的家。下官只是奉命办事，是皇上要清查沈家私吞的国力呀！私吞国力，睁眼看清楚！今年崖州工匠们的军粮、战船翻修300万两白银，全是我捐给朝廷的。你们这些京城里的吸血鬼，一分钱没出，现在跑来抢功劳，抄我的家。去问问崖州工匠们的军费，他打算什么时候还给沈家？没死，老七不仅没死，还跟沈清宇搞在了一起。殿下息怒，当年我们的计划确实成功了，只是不知道都是废物，我是不会让他夺走我的储君之位的。传令下去，孤要以巡视海防的名义亲自去一趟崖州，我要当着沈清宇的面，把老七狠狠踩在脚下。这繁华的巨港是崖州，殿下，臣打听过了，这全都是沈清宇花钱建的。流放之女，竟有这等富贵，她竟然比在京城时还要耀眼夺目。殿下若能收服她，财权便唾手可得。如此角色与财富，必须属于本宫。派人去传话，本宫今晚要单独见他。沈清宇，本宫今天给你个天大恩典。太子有话快说，我很忙。沈清宇，你不要不知好歹！我再给你一次机会，若你交出商会给东宫打理，本宫可破例纳你入府，做个正妃。你做梦！放肆！给本宫庇护，你必将万劫不复。庇护？你这种草包都不配给我提鞋。敬酒不吃吃罚酒。崖州是我的地盘，你最好收起那一套。我的脸！崖州风太大，把你脑子吹进水了。毒妇，本宫要让你生不如死！来人，把这个疯子给我轰出去！放开本宫！沈清宇，本宫要你死！做你的春秋大梦去吧。堂堂大燕太子，竟敢孤身来找老子！这是崖州水师换防图与兵力部署。有了这图，我们能直接杀进城内。崖州经营权归你，萧明渊和沈清离的命归我。成交！老子这就集结100艘战船。3天后，崖州即将变成一片火海。统领，上百战船，我们该怎么办？誓死守卫城墙，绝不退缩。守什么城？今天咱们主动出港迎敌。敌众我寡，主动出击无异于以卵击石。跟我走，让你看个大宝贝。全体包铁，直接撞碎他们！侧贤还多了战士们最新红衣大炮，射程3里，一炮就能轰碎那些木船。哈哈哈哈哈！有此神器，今天定让海盗有来无回。给我冲！今天必须将崖州彻底踏平！侧贤准备，放！这是什么怪物？怎么会有天雷之威？你骗老子！撤！快撤！本宫不想死！说，谁给你的布防图？
是他，是太子给的。污蔑！这个恶贼竟敢当众污蔑本宫！这上面盖着你的私印，你还敢抵赖？证据确凿，800里加急送往京城。勾结外敌出卖崖州，神仙也救不了他。统领，出大事了！太子大人把沈大嫂抓走了！他这是自寻绝路！青羽，别管我！楚承泽，你放开他！放了他也行，把证据交出来，不然本宫立刻杀了他！你这种废物，拿到证据也是死路一条。闭嘴！本宫要你们全部给本宫陪葬！我的手！你也就这点胆子了？楚承泽，勾结喊道，伤害无辜，你的死期到了。本宫是当朝太子，你敢动我，父皇必定将你碎尸万段！太子，你干这么多坏事，你觉得你还是太子吗？来人，将人押回大牢，听候发落。奉天承运，皇帝诏曰：太子楚承泽勾结外夷，残害忠良，德不配位，即日起废黜太子之位，贬为庶人，押解回京，交由宗人府严审。父皇不会这么对我的，我是嫡长子啊！这圣旨是假的，是你们伪造的！伪造圣旨，楚承泽，我们可不是你有这么大胆子。来人，把他即刻押送回京。我这次回京复命，快则半月，慢则1月。等我回来，便向父皇请旨赐婚。你安心回京，等你回来时，我送你一座真正的金山做聘礼。好，我等着你用金山来娶我。七弟呀，七弟，你说你立了那么大的功，怎么就糊涂的贪没崖州水师的100万军饷呢？欲加之罪，何患无辞？三哥伪造账参的手法，还真是一如既往的拙劣。死到临头还敢嘴硬？那我们就看看最后死的是谁。小姐，出事了！小殿下打入死牢了。你说什么？小殿下被三皇子诬陷贪墨军饷，现在已经被皇上下旨打入死牢了。敢动我的男人，他是怎么敢的？传我命令，立刻抽调商会所有的现银和金条。我要带着10艘铁甲船和最精锐的护卫入京。这是什么船？这等规模，连皇家水师都没有。京城，我沈清瑜又回来了。你敢动朝廷命官？你想满门抄斩吗？老李，让他清醒清醒。这么多金子，这里的金子，买你和你家人的命，绰绰有余。你什么意思？2条路：第一，拿着金子，明天在朝堂上翻供，指认楚承熙；第二，我把金子送给杀手折，买你们全族人的脑袋，自己选。吴雪衣，你不要动我的家人！父皇，七弟贪墨军饷证据确凿，若不严惩，何以服众？请父皇即刻下旨赐死。宣吧。宣沈清瑜觐见。民女沈清瑜，带三皇子贪墨倒卖的证据呈交陛下。大胆草民！金銮殿上容不得你胡说八道。禁军呢？把他给我赶出去！三皇子急什么？是怕你暗中克扣沿海防务款，私自倒卖军械的事情大白于下吗？孽障！你竟敢用国之重器去填你的私欲！来人，扒了他的蟒袍，打入死牢！父皇，儿臣冤枉啊！是这毒妇陷害我！我就知道，你一定会来救我。传朕旨意，西皇子萧明渊蒙冤受屈，原戍边平宦，居功至伟。即日起，册封为大王国皇太子，入主东宫。陛下万岁万万岁！
渊儿，你这次替国库追回300万两贪墨大款，立下不世之功。想要什么赏赐，尽管开口。儿臣别无所求，只恳请父皇下旨赐婚沈清瑜为儿臣太子妃。她虽有大功，但毕竟曾是流放罪臣之女，这太子妃的身份，恐怕朝臣会有非议。若无她在崖州力挽狂澜，大燕水师早已全军覆没。她若不配，这天下便无人配得上儿臣。罢了，朕今日便下旨给你们赐婚。沈氏，当年是我有眼无珠，你通融通融，卖我一盒崖州的特供极品驻颜珍珠粉吧。当年我们沈家落难，刘夫人您可是带头落井下石的。今天就是拿金山来，我们也不卖。太子妃娘娘，当年都是我有眼不识泰山，您不要放在心上。行，你若是按市价的10倍买，我就不放在心上。我买10倍我也买。庆余啊，如今你当上太子妃，咱们沈家可算光宗耀祖了。光宗耀祖？当初我全家被流放，是谁带头划清界限，抢走了我爹名下所有的田产铺子？那都是形势所逼呀。二伯也是为了保全咱们沈家的血脉。形势所逼。来人，把当年他吞进去的家产连本带利给我全都吐出来。庆余，二伯错了，二伯错了呀！吃吧，杂碎！明天太子和沈家大小姐大婚，普天同庆，这碗饭就算是赏你的喜酒了。你说什么？不可能，我才是太子，皇位也是我的，沈清瑜是我的。这里面是皇家秘库的钥匙，里面的钱全都是你的。废太子出手果然阔绰，说吧，你想让老子怎么干？我要你带人在迎亲路上把沈清瑜大卸8块，要让他们的大婚变成一片修罗海。太子殿下千岁，太子妃娘娘千岁。这排场真是大燕100年难遇的盛世婚呼啊！给本宫放箭，杀光他们，一个活口都不留！护驾，保护太子妃！去死吧！楚承泽，我等你好久了。你竟敢在花轿里藏刀！本宫今天非扒了你的皮！夫人，今天这大喜的日子，咱们就拿这些叛贼来祭旗，如何？杀！你连给我提鞋都不配，今天我就彻底解决你！我不服，我是真龙天子，你们不得好死！真龙天子，从今往后，你怕是看不见太阳。将这废人打入天牢最底层，用铁链锁死，永生永世不得见天日。太子妃娘娘，这拦路狗已经清干净了，咱们继续拜堂。当然，我沈清瑜的婚礼，天塌下来也得办完。起轿。青羽，我萧明渊此生唯你一妻，绝不负你。你不负我，我定不负你。萧明渊，我不仅是你的妻子，还是与你并肩称霸四海的女王。好，这天下我与你共享。你们大婚才3月，就要离京回那荒蛮的崖州，渊儿，你可是储君。父皇，这不是荒蛮之地，这是大燕未来的聚宝特腾。3年内，儿臣让国库税收再翻3倍。这仅是崖州一地的半年税用，竟比江南10府还要多出2倍。父皇，京城有朝臣辅佐，海京却需要儿臣与青瑜亲自镇守。我们要为大燕打下万世基业。好，朕就赐你们全权治理崖州。先斩后奏，皇权特许。恭迎太子殿下，恭迎太子妃娘娘回城，娘娘千岁。我沈清瑜说过，要让崖州变成天下第一富城，我做到了。从今日起，崖州为大燕第1海防特区，免税3年，全民皆商。
崖州的钱我们赚够了，接下来我要开启远洋贸易，把我们的海货和丝绸卖到外洋去。东家英明，外洋那些红毛鬼人傻钱多，咱们一船货拉过去，能换回几船的黄金白银。第一支远洋舰队由我亲自督建，10艘无敌铁甲宝船，随时可以扬帆起航。明日祭海，大燕远洋船队正式出征。是白游船，海神发怒了，恶鬼来抓我们了！装神弄鬼，弓弩手准备，谁敢后退一步，力斩无赦。幽灵，这世上要是有鬼，把我的特制穿甲剑拿来，让我来给这帮洋鬼子见识见识，什么叫真正的物理驱鬼。原来是海外敌国为了垄断航道，故意装神弄鬼。全体火炮手，给我瞄准那个火光！传令全舰队满帆前进，谁敢阻挡大燕的航线，这艘烂船就是下场。从今天起，这条远洋航线只能姓沈，全速前进！我们要去赚尽天下的黄金。奉天承运，太子妃沈清瑜开辟远洋贸易，令大燕国库充盈，威震四海，可破例册封为镇海长公主。钦此。臣女叩谢父皇隆恩。青羽，你看，这就是你一手打造的帝国，你真的做到了。不，是我们一起打造的。萧明妖，没有你这个坚实的后盾，我走不到今天。这江山，这四海，我都愿意与你共享。我的镇海长公主。